Adidas Adizero Adios Pro 4是 Adidas 家族里面目前为止最强的竞速跑鞋之一，排在了 Evo 1或者2的之下，延续了前几代的经典设计，这一代在轻量化或者推进感上都有所提升。它搭载了大家熟悉的 Lightstrike Pro 泡棉，加上了内置的 Energy Rods 2.0 碳铸结构，专门为那些想在半马或者是全马突破成绩的跑者打造。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一双最近在跑步圈里面非常火的竞速跑鞋 Adidas Adizero Adios Pro 4。在影片开始之前，事先声明，我手上这一双 Pro 4是我去日本旅行的时候自己购买的。在东京买跑步鞋真的是比马来西亚便宜很多。这一双我入手大概是770马币，而马来西亚的售价呢则是999马币。如果你有兴趣知道我在日本是如何买跑鞋的话，你可以去回我的频道找回那支影片来看。那今天这支影片呢，是完全依据我个人穿着之后的体验和感受来到分享的，内容是没有受到任何品牌或者外部的影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最近 Adidas 在跑鞋领域或者是大型赛事的表现真的是越来越猛，甚至感觉已经完全压倒了 Nike。虽然现在男女马拉松的世界纪录呢还是由 Nike 来保持，但是你就是能够感觉到 Adidas 的跑鞋已经开始来到超车了。那这一双 Adidas Adios Pro 4呢，它的外观的设计灵感呢是来自于超级限量的 Adios Pro Evo 1，现在已经推出到 Evo 2了。不过它不只是换个样子而已，这次的升级是连功能也一起大幅的提升。首先第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这双鞋子的前脚掌上翘的点是从过去的靠前的位置呢往后拉到这个位置，调整到鞋身长度的60%的这个位置。简单的来说，这样的设计呢会让你在跑步的时候推进感更加的激进，滚动也更加的自然。在鞋面这一方面呢， Pro 4用上了全新的 Light Lock 科技的鞋面，轻薄透气，而且贴合感非常的高，穿起来其实是蛮舒服的，跑起来也不会闷脚。那这个材质摸起来呢，它会比较像 Mono 纱这样，但是更加的柔软，延展性更加的好。那它贴脚，可是又不会磨脚。相比起 Pro 3比较硬的鞋面呢， Pro 4的明显更加的柔和，长距离跑下来其实也不会感觉到不适。那鞋带的这一部分呢，它也做了改良，不再用 Pro 3的内扣设计，换成了略宽的鞋带，虽然还是没有弹性，但是系紧之后也不会有压迫感，整体的包覆感舒服度都提升了很多。顺带一提，我自己本身觉得这一双 Pro 4的鞋楦呢是比较偏窄的，所以当时我在日本四川购买的时候，最后这一双 Pro 4我拿的是 UK 9.5，而我另外手上这一双的 Evo SL 我就拿平时穿的 UK 9。所以这一双 Pro 4呢是大半号的。建议大家如果有兴趣要入手的话，一定要先试过，看一下你的脚哪一个鞋号是比较舒服的。所以如果你的前脚掌是比较宽的话呢，可能需要拿大半号才会比较舒服一点。中底的部分呢， Adios Pro 4用的是全脚掌配置的 Lightstrike Pro 泡棉，这是一种非常轻量、弹性非常好的材质，跑起来的回弹感和缓震效果都非常的出色。而且它的中底的厚度呢，后跟呢是39mm， 前脚掌呢是33mm， 6mm 的波差。这双鞋子其中一个亮点呢，就是它搭载了 Energy Rods 2.0。碳纤维的能量柱，目前为止市面上呢唯一使用碳柱来代替传统的碳板跑鞋。那 Adidas 的 Energy Rods 呢，它不像传统的碳板是平面的，而是用5根碳柱呢模仿脚掌的骨头的结构。这个设计呢能够更加的自然推动你往前跑，每一步都有弹一下的感觉，推进力非常的明显。整体的表现和感觉呢比上一代 Pro 3呢更加的顺滑，也有支撑感。尤其是在后段发力的时候，回弹感特别的给力。Lightstrike Pro 泡棉本身就非常有弹性，加上碳柱的协助呢，在比赛时跑下来也不会太累，脚的疲劳感觉上比想象中的还要来得少。Adidas Adios Pro 4大底用的是全新升级的 Light Traction 橡胶，和之前一代的 Pro 3完全不同，特别是在大拇指的这个位置还特地加了一块标志性的 Continental 橡胶。这块材料呢，抓地力又强又耐磨，跑在路上呢更加的安心。这双鞋子的鞋底纹路呢，设计也是经过科学分析的，根据运动员足底压力分布来到打造。不仅是耐磨性提高，而且跑起来呢也更加的顺滑，感觉非常的自然。
那无论你是在城市、柏油路或者是户外跑道呢，这双鞋子抓地力表现都可以说非常的好，湿滑的路面呢也不会打滑。Adidas Adios Pro 4比起上一代 Pro 3呢，这双鞋子整体呢减轻了大概15%的重量。实际上跑了20公里下来呢，脚感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负担，也非常的轻盈。我这一双 UK 9.5 的尺码呢，单只大概是210g 左右，比起我之前穿的 Pro 3呢，轻了大概10多 g 左右，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包裹感也非常的好，轻轻松松就能跑起来。而且我用这一双 Adios Pro 4跑过了几次的训练和比赛，整体的感觉也是非常的特别。它的中底比之前的 Pro 3还要软一些，静止的时候，就是你没有跑的时候，你感觉起来是非常软的，但是跑起来呢，却又好像有韧性，也有回弹感，感觉上就是你的脚下面呢，就是带着弹簧一样，每一步都有非常明显的推进感，跑起来的时候节奏非常的顺滑。那这一双鞋子的重量呢又轻，包裹感也是属于非常不错，非常切合你的脚的，尤其是在高配速跑的时候，脚掌的感觉呢是非常稳定，跑起来也特别舒服。不过它的中底呢就是会比较软一点，脚踝的力量要足够的强。刚开始跑的时候10分钟这样，我自己有点不太习惯，需要适应。前脚掌的倾斜设计呢也非常的有挑战性。第一次穿的时候，会感觉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但习惯了之后，大概4分钟20秒的配速，其实也可以轻松的拿捏。不过这一双鞋子的上脚门槛呢，就比 Pro 3高了不少。后跟呢更加的高，激进弧度的设计让滚动性更加的强，但是稳定性就没有那么好。在跑弯的时候或者路面没有那么平的时候呢，就要特别注意你的脚，会比较容易拐到脚。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在穿这一双鞋子的时候，尽量在中前掌落地，减少后跟的晃动性。那中底呢，它是比较软的，对于外翻的跑者呢，支撑性其实也不足。所以我在测试的时候有轻微的内翻。那 Adios Pro 4呢，其实是需要跑者有一定的脚踝力量，如果你是入门级的跑者，或者是脚踝力量比较弱的，可能需要多加的适应或者是注意。那这双鞋子其实整体的表现是属于不错的，但是还有几个小瑕疵需要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就是它的鞋垫呢，我感觉上是会比较容易打滑。如果你穿普通的袜子呢，脚在鞋内呢就会有少少的滑动感，有点不稳定。所以建议大家要么就换一个鞋垫，要么呢你就换一个摩擦力比较好的袜子，这样的话你穿起来的时候，你脚在这个鞋子里面你就没有那么容易滑动。另外呢，我在网上看见有人说到这个 Pro 4的鞋面的3条钢啊，它是用贴粘的方式来到固定的，所以时间久了，或者是你比较用它比较多的时候，它可能会翘起来，或者是会脱落，那可能就影响它的美观。那我这一双本身呢是暂时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虽然它不会影响你的鞋子的功能，但是你的外观上面呢就不会有那么美了。那这一点呢是有一点可惜。我觉得 Adidas Adios Pro 4呢比较适合有一定跑龄的朋友，特别是以下2种的跑者。第一呢，你就是马拉松爱好者或者是长跑的爱好者。如果你是半马是能够跑进1个小时40分，或者全马3个小时半的话，这双鞋子的轻量和推进感真的是能够帮助你把配速咬得稳稳。中底的回弹感在比赛的后半段呢也不会软掉，对维持体力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呢，这双鞋子非常适合想要追求速度表现的跑者，不管你是在做间歇跑、节奏跑，还是平时喜欢跑快一点的步伐的，这一双 Adidas Adios Pro 4能够给你足够的回馈，滚动性也非常的强，是一双能够推着你往前跑的鞋。但是如果你是跑步新手的话，或者比较依赖缓震跑鞋的跑者，那我会建议你先别冲动入手，因为它碳柱的支撑性呢会比较硬一点，脚踝力量不足够的人穿上去可能会不太适应，或者是容易扭伤。那我可能会建议你买这一双 Adidas Evo SL。这一双呢是没有碳柱的，而且非常适合跑步新手。这一双鞋子缓震效果也非常的好。总结来说 ，Adidas Adizero Adios Pro 4是一双非常有竞争力的竞赛跑鞋，兼顾了轻量化、缓震还有很强的推进力。它特别适合已经有一定的跑步经验、追求速度表现的跑者。如果你有计划在你的比赛中突破个人的 PB， 这一双鞋子可以说是你的秘密武器。虽然说它的价格也不便宜，马币999，但是它带给你整体的跑感、推进力和效率提升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适合投资的跑鞋。尤其你是认真跑的话，常常比赛的话，这一双鞋子可能会陪你跑出很多个精彩的赛事。那今天的开箱影片就到这里了。
啦。如果你喜欢我开箱这一双 Pro 4的影片，记得按 Like、Subscribe and Share。我们下期见，拜拜。